我相当于是当了2次小三儿。我想很认真的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他突然就结婚了。结婚的第2天又在跟我联系，他知道我离不开他，要跟我结婚，还又是消失了一段时间。然后等到再联系到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已经第3次结婚了。他能给我一种爸爸一样的温暖，我不能失去我的爸爸。通过晨晨的故事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。同样是分享情感经历，它跟我们之前很多故事是不太一样的。它的点在于非常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了2个轮回：原生家庭的一个轮回，以及他成长之后的变成什么样的人的轮回，交织在了一起。很多人的命运好像在历史在复现。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录制节目，可能就有一点点紧张，会害怕我认识的人，会了解到这些事情，因为我家里面的人，也挺避讳这些的。叫我晨晨就行，职业是护士，年龄34岁。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认识的我这个男朋友，他比我大了10岁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离过1次婚了。我说不清楚那种感觉，我说不清楚是我很爱他，还是他能给我一种爸爸一样的温暖，能让我很快乐。大概半年左右，我发现了一些迹象。总会有一个女人给他打电话，我知道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我甚至认为，如果是2个女人去争的话，我会比较有优势。我认为我想很认真的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他突然就结婚了。后来知道了，是他的一个相亲的对象。他这个人就是我当时认为会很奇怪，就是突然会消失一段时间，就在消失的这段时间把我拉黑掉，电话打不通，找不到人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突然又冒出来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很伤心，决心我要跟他断掉。但是他结婚的第2天又在跟我联系，然后我就质问他这件事，他说是对方看上了他的钱，怀孕了，他没有办法。他的这位妻子在生下孩子9个月之后，他的这个妻子提出来离婚，他第2次离婚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就跟他在一起。他知道我离不开他，我曾经告诉他，我说我觉得你像我爸爸一样。他抓住了这条非常关键的信息，他觉得这个女孩子离不开我，我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在他的心里，我只要把他从黑名单放出来，勾勾手指他就回来了。事实也是这样子，我承认在我内心里头，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他。我不是说害怕失去男朋友，而是害怕失去我的爸爸，所以我一直选择屏蔽掉这些信息，我就要跟着他，我不能失去我的爸爸。在19年的时候，他说好吧，就是要跟我结婚，还又是消失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等到再联系到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已经第3次结婚了。我相当于是当了2次小三儿，所以搞得我也很混乱，我不知道是我做错了什么，还是他做错了什么。他把我的电话屏蔽掉了，我用周围所有人的电话挨个的给他打，就想联系到，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我甚至找到他的家里头，他把我挡在楼宇门外面，没有让我进。直到第2任的这个妻子联系到了我，我跟他聊过之后，才发现我所谓的这些崇拜、这些神话、这些梦全部都破灭了。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，他当时哄骗这个第2任妻子，就这个他不给这个第2任妻子任何的经济上的支援，然后也不怎么回家，脾气暴躁。可以说他是在用一种方法在逼着这个妻子在跟他在离婚。他从一个理想中的人变回了一个现实中非常不堪的人。那个时候我意识到，并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也许我有我的错误，但是更多的错误是他。我要努力的让我自己做一个正确的人，做正确的事情。跟他分开之后，
我跟我父母坦白了这些事情，我发现现在我和我父母的关系缓和了很多，会有一些恨，因为那种被人背叛、被人威胁的滋味真的是很痛苦，我不想再经历了。我曾经因为我父母他们离婚，我感觉到很自卑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像现在这样，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，或者是拍全家福。这么多年，我几乎就一直跟着我奶奶生活，觉得我很多地方不如别人，我是一个很傻、很不讨喜的人，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。我父母在我10岁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婚了。原因就是我爸爸出轨了，我妈妈知道之后就跟我爸爸每天在打，每天在吵，所以我那段时间是我人生当中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。1年之后，这个小三上位，第三者上位了，她就成了我后妈。当时我妈妈她的处境真的是很难，她那个时候下岗了，没有工作，全靠我姥爷养活。就是她如果把我接到身边的话，那我过得会很不好。因为我爸爸在我们当地算是收入不错的，他觉得我跟着我爸爸经济条件会好一点，而且我跟着我奶奶的话会有人照顾我的生活。我曾经认为我妈妈很爱我认为她是特别无辜的。但是慢慢后来发现，他把我留在这个家里，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，当成一个出气筒，让他利用我来去攻击我爸爸，攻击小三。你接受这件事吗？接受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爱他吗？我爱我的母亲。你恨他吗？不恨。有怨吗？其他人呢？我奶奶和我姑姑他们对我有怜悯，更多的是怜悯而不是爱。他们在内心里其实是挺排斥我的，他们希望我妈妈把我带走，我爸再跟我这个后妈再组建起家庭，再生一个孩子。所以说在我的内心里头，我特别恨这个女人，恨她破坏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幸福。所以我跟我后妈的关系一直特别的不好。她曾经也很真心的试图想跟我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但是我总是用一个很冷漠、很敌对的态度去对他，所以导致后来关系越来越差。我在他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累赘，就一个只会花钱的一个累赘，就讨人嫌。他们想把我从这个家里面踢出去。每次都是一到周末，我奶奶就把我赶走，就说去找你妈要钱去。然后等到我妈说不给啊，我跟你爸爸说好的，我不给这个钱，我给你存起来了。有一回我奶奶真的就不让我进家门，说你要不回来这个钱，你就不要回来，你去住在你妈那边。只要一要钱，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情。我到现在我都是特别看重钱，我觉得钱才能给我安全感，而亲情不一定能够做到。我奶奶呢，她可能说我想负担一部分孩子的钱，但是她确实又没有，不太愿意想找我爸爸去要。她知道这个小三在背后肯定是不愿意让我爸爸给钱的，所以她这个怒气只能放在我身上。她觉得我给你花了钱了，供养你长大，我就是爱你，你不要管这个爱的过程是如何，这个爱的过程会让你很受折磨，但是爱的结果是我把你抚养成人，我付出了辛苦。所以说他只看结果不看过程，有的时候就把钱就给你，就甩在那儿，特别不高兴。我那会儿上高中嘛，一顿饭只要2块钱，就每一顿饭都得跟我奶奶要钱，就扔在那儿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乞丐一样。这里边有人爱你吗？我认为我自己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其实我爸爸他和我的后妈，他们2个是没有孩子的，他们2个负担我的生活费也好，学费也好，绰绰有余。但是我感觉自己过得很紧。我上小学，然后过年的时候，孩子要买新衣嘛，
我爸爸就骗我，他拿我大爷家的姐姐的旧衣服拿来说，这是你的，我给你买的新衣服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穿上了，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委屈，跑到我妈妈那边去跟她去哭。我在我妈那过了1个年，然后我妈把我送回来，她进家就跟我爸爸就吵架，然后吵的街坊邻居都知道了，她就在家里躲着，就不敢出来。不过就自从那个以后，就是我年年都会有新衣服。后来就是所有的事情，都基本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你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斗争去跟他吵，去跟他闹，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后来就都是这个样子。人生就是一个轮回，是命运。我们每一个个体作为一个演员的话，那么我们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在你处在这个角色当中，那么你对这个生活、对整个生命的体验是不一样的。现在的我再回过头来去看，我可能想跟我的后妈说一声对不起。现在的我想这些问题的话，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说非黑即白，不是对的就是错的，很多因素导致了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包括我自己去当小三也好，看待别人当小三也好，我总要觉得说，如果婚姻当中出现了问题，感情有了问题，你要先检讨你自己，不要永远用手指着别人，抓着别人的错误不放。那么你先检讨一下自己在哪儿出了问题，我怎么样去弥补。这样的话，你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些问题，去解决这些问题，改正自己的过错，有一个更好、更完美的结局。你跟他一块住吗？现在不，我自己租房子住，我不跟我父母任何一方居住，因为我觉得距离产生美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的圈子，不用再冲他们伸手要钱，互相之间不去打扰，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。大家可能都在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。现在我跟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，我很满意现在这种生活的状态。